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在上一期白银视频中，我们深度解读了白银协会的最新报告，并剖析了全球最大的两个白银投资市场美国和印度。如果你错过了，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来进行回顾。在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完成这次全球之旅。我们首先飞去欧洲，看一下曾经的巨头德国市场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巨变，然后我们将飞往南半球，探寻后起之秀澳大利亚的市场强势崛起的秘密。最后我们将对四大全球市场进行一个全面的总结。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开始。我们来到欧洲的核心德国。德国市场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税收政策如何深刻影响投资行为的经典案例。请看第22页，报告指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实物白银投资市场，占全球需求的 13%。德国民众对于金银有着深厚的文化情结，这源于历史上对恶性通胀的惨痛记忆。我们来看图表，德国实物白银投资。蓝色柱状图是投资量，蓝线是以欧元计价的银价。这张图表走势非常戏剧化，在经历了2020到2022年的投资狂潮之后，需求在2023年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几乎跌回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呢？第23页是理解德国市场的关键。这里有3张图表和一个表格。我们先看最重要的这个表格，白银产品增值税变化时间线。在2014年之前，银条要交 19% 的增值税，而银币只需要交 7%， 所以大家都去买银币。2014年1月1日，政策改变，所有的银币的税率也提高到 19%， 但法律留下了一个漏洞，对于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银币，可以采用所谓的差额税，实际税负远低于 19%， 这使得像加拿大枫叶、美国英洋等非欧盟银币依然具有巨大的优势。转折点发生在2023年1月1日，德国政府彻底取消了这一个差额税的漏洞，所有银币和银条一样，都要缴纳 19% 的全额增值税。这直接导致了白银投资的吸引力大幅下降，需求瞬间崩溃。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本页的其他图表，左上角的德国在欧洲和世界实物白银投资中的份额，显示德国在2023年份额的急剧下滑。左下角的2015到2024德国银币份额，清晰地显示在白银投资中，银币的占比高达 80% 以上，而黄金投资中金条才是主流，这正是由于过去税收政策差异所造成的。第24页的图表，主要铸币厂在欧洲的初级银币销售，从供给端的角度再度印证了德国市场的崩溃。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欧洲的银币销量在2023年大幅跳水。第25页的图表，欧洲白银 ETP 展示了欧洲上市的白银 ETP 持仓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持仓量也从2021年的高点有所回落。报告指出，对于德国投资者来说，购买 ETP 是一个巨大优势，而且是免增值税的。第26页通过2张图表将白银与黄金进行了对比。上面的柱状图，德国黄金实物投资显示的是黄金在2023年也出现了下滑，但远没有白银那么惨烈。下面的这张饼图，德国贵金属实物投资价值构成更是一目了然。从投资金额来看，黄金占据绝对主导，年均投资额高达54亿美元，而白银只有 6.15 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黄金在德国是免征增值税的。我们跳到28页，这里有2张非常重要的宏观背景图。上一面这一张是德国居民存款利率，揭示另外一个导致白银需求下降的主要原因。那条曲折的黑线是存款利率，
在2022年之前，德国长期处于负利率时代，钱存银行还要亏钱，所以人们愿意去买没有利息的金银。但在2022年之后，欧洲央行大幅加息，存款利率迅速回正，储蓄的吸引力大大增加，分流了原本可能投向贵金属的资金。对于2025年的展望，报告认为德国市场已经触底，并预测会出现 26% 的反弹。原因是随着投资者逐步适应新的税收政策，以及全球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白银的避险需求将有所回升。而且由于银币不再有税收的优势，银条的销售表现可能会相对更好。然后我们来到南半球，看一下这个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市场澳大利亚。请看第30页，报告就说澳大利亚在2023年已经成为全球第4大市场，而这大部分的增长都发生在2020年之后。我们来看图表，澳大利亚实物白银投资，蓝色柱状图是投资量，蓝线是澳元计价的银价。这张图表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2020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台阶。2020年之前年均投资量只有460万盎司，而在2020年之后年均投资量飙升至1500万盎司，翻了3倍多。报告认为，除了疫情、通胀等全球性的因素，澳大利亚市场还有一个独特的驱动力。第31页就分析了澳大利亚的税收结构和 ETP 的市场。图表，澳大利亚白银 ETP 显示了 ETP 持仓量自2019年以来翻了1倍多，同样反映出需求的强劲增加。澳大利亚的税收结构对白银投资非常友好，投资级别的银条和银币免征商品及服务税，虽然出售时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但这比德国 19% 的增值税好得太多了。第32页的图表，2015到2024年澳大利亚银币和银条的份额非常清楚地显示澳大利亚的产品的偏好。在白银市场，银条占据了 80% 到 85% 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与美国和德国以银币为主的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报告指出，1公斤的银条是最受欢迎的产品。第33页揭示了澳大利亚市场需求飙升背后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你看这张图，澳大利亚养老金账户资金管理规模，这条平滑上扬的曲线代表着澳大利亚养老金总规模的持续增长。报告的关键发现是，越来越多的自我管理养老金开始将实物白银作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据估计，养老金账号目前贡献了澳大利亚年度白银投资总需求的 15% 到 20%， 这是一个相对稳定而且持续增加的长期需求的来源，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市场能够跃升到一个新的平台。第34页指数图，澳大利亚黄金与白银实物投资再次验证了2020年之后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白银相对黄金更高的弹性。对于2025年的展望，报告预测澳大利亚的实物投资将温和复苏，增加 11%， 达到1030万盎司。主要原因是随着通胀和利率的回落，因为生活成本压力而导致的抛售行为将减少。同时，白银相对于黄金仍然处于历史低位的估值，以及其追赶黄金的表现的潜力将继续吸引投资者。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这份白银协会重磅报告的深度解读，让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这4个核心市场的关键点。美国经历了一场史诗级的投资热潮之后，目前进入了一个冷却期。印度实物需求在高位保持坚挺，同时 ETP 市场的爆炸性增长标志着其投资正在快速金融化。德国因为增值税政策的巨变而经历了市场的硬着陆，但目前已经触底反弹。澳大利亚也出现了结构性成长，变为全球第4大市场。背后最坚实的支持来自于不断增长的养老金配置的需求。
通过这个系列，我们不仅看到宏观经济如何影响白银，更看到了各国的税收政策、投资文化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如何塑造了截然不同的市场格局。希望这2期视频的深度解释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全球白银市场，为您的投资决策提供有力的参考。如果你觉得这个系列对您有帮助，请不要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全球白银市场的看法。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